注意看，阿 Sa 和队友配合 NPC 对老哥完成了前后夹击，眼看他还想挣扎，毫不犹豫上去就是一个 PIT， 如此势在必得的一击，却只是蹭掉了一点油漆，但老哥依旧没有度过危机，身后的阿 Sa 还在步步紧逼，这一个贴下去都没能截停，实在有些可惜。这种情况下，老哥还能走掉吗？让我们来看一下这精彩的一期。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推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 FHP 佛罗里达州的阿 Sa 在路上执勤时，发现一辆绿色的 SUV 在限速70英里的道路上开到了100英里每小时，这刚好触发了佛罗里达州危险超速的新规。在25年7月1号当地颁布的新规当中，明确指出，速度达到100英里每小时，哪怕是第一次犯，也要罚款500和长达30天的监禁。就这新规推出来，别说是当地自由惯了的老哥受不了，换咱们这喜欢开快车的小伙伴去，恐怕也得蹲小黑屋。而当地的局长也是表示，抓不完，根本抓不完。新规出台的第一天便抓了30多个人，局里的道奇充电器根本不够用，还得多采购一点才行。可以看到，此刻阿 Sa 对老哥是步步紧逼，两人170公里的时速，却保持着不到10米的距离，让我感觉这阿 Sa 似乎是在炫技。不过这么近的距离，也正好可以让我们观察一下这台车。老哥所驾驶的是一辆第4代丰田汉兰达，这辆车搭载 2.4T 涡轮增压4缸发动机，最大马力265，将充足的动力和超大的空间做出了完美的结合。在冰箱、彩电、大沙发出现之前，这可是无数人追捧的神车，而它在美国也是相当受欢迎。正好通过今天的实战来看一下这台车的表现如何。到目前为止，对于阿 Sa 来说简直毫无难度。而就在这个匝道口，老哥做起了假动作，不过这个假动作像是在开玩笑一样，阿 Sa 丝毫没有受到影响。看来这老哥的技术并不怎么样。现在无论是车辆的动力，还是两人表现出来的技术，明显都是阿 Sa 更占上风。只怕这一把又是阿 Sa 轻松拿下。而正当阿 Sa 以为这把稳了的时候，老哥却是突然开始操作了起来。眼看前方车流密集，老哥的速度不减反增，连变3个车道，拉开直线距离的同时，也拉开了横向距离。这一顿左突右闪下来，老哥也算是证明了一下自己的实力。但这个技术在佛罗里达州的老哥当中，只能算是勉强入门。趁现在赶紧看一眼老哥的战力表。好，才4星巅峰，看来这老哥有点活，但不多。从阿 Sa 再次将距离控制在10米以内就能看出来，此刻他依旧能够轻松掌控局面。就当阿 Sa 越靠越近，准备动手之际，察觉到危险的老哥做出了反应，利用半挂做掩护，横向拉开距离，暂时解决掉了眼前的危机。但后续的情况并没有他想象的那般顺利，因为直线跑不过道奇充电器，被阿 Sa 紧紧卡住了左侧，而他的前方又有一辆大货车，这一下变得极为尴尬。如果强行变道，肯定会被来上一个贴贴。想从阿 Sa 后面变道，阿 Sa 不给机会，他的队友也是虎视眈眈。眼看时机成熟，阿 Sa 让队友立刻动手。这种局面对于久经沙场的阿 Sa 来说，无疑是把饭喂进了嘴里，一脚油门上去就是一个贴贴，这一下势大力沉，看似相当完美。没想到老哥轻轻松松便完成了救车，但老哥的危机并没有解除，换了个方向，阿 Sa 又是一记补刀，这一下撕碎了老哥的后保险杠，但却依旧没能将他成功截停，反倒是这2次贴贴之后，打开了老哥的任督二脉，向左一个假动作晃开道奇充电器，接着快速从右侧完成了超车。这一套丝滑小连招下来，让阿 Sa 明显觉得老哥有所不同，看来是队友的这2次贴贴让老哥突破了极限，成为了5星大佬。我严重怀疑他昨晚用了神器小鹿可水洗深睡枕，记忆棉护颈承托整挺好，老哥一觉深睡到天亮，最重要能整个水洗，脏了直接扔洗衣机，污渍口水全洗净，而且耐造不变形。看来老哥这把消心有戏，以前整套换得勤，但整心总藏污，害得脸上小红点冒的，像是被阿 Sa 贴了罚单。换上小鹿直接放心贴贴，面对加宽加大整面和7大分区的高配置，阿 Sa 再次提起了速，正躺拖住颈椎，侧躺不压肩膀，翻身再快都能跟得上。高密度慢回弹记忆棉，柔软有支撑，贴合脖子，自动回弹到最舒适的高度，压力全给你分散掉。大家要是身上总发痒，可能就是枕头脏，换个能水洗的小鹿，用得久还省心，双弹到了。小伙伴快去评论区领券，保价1年还送运费险，2年内开裂直接换新，还有2款整高可选，快冲！虽然阿 Sa 惊讶不已，但临阵突破的也不在少数，更何况他才初窥5星门禁，又怎么和自己这位在5星待了数载的大佬相提并论？只是给这场追击添点乐子罢了。
果然和刚才一样，虽然老哥挣扎了一番，但他依旧无法逃离阿 Sir 这如同梦魇一般的跟随。可阿 Sir 还没有来得及得意，老哥一个毫无征兆的变道叫他猝不及防。此刻的老哥终于悟了，他这辆车在高速上根本就占不到优势，去到市区还能搏一线生机。阿 Sir 想将他截停在匝道上，但依旧是晚了一步，甚至自己就差一点撞上了 NPC。阿 Sir 还在刚才的后怕之中，老哥却是率先开启了操作，近5米长的车身在马路上左右开弓，宛如一个灵活的胖子在球场上飞奔，还带球过了2人。而老哥似乎也越战越勇，在前方路口即将结束之时完成超车，这一波勇气和运气缺一不可。阿 Sir 抓住机会有样学样，超的也是惊险万分。而老哥的这波操作收益极高，不仅第一次如此大幅度的领先阿 Sir， 更是让跟在身后的那位队友彻底被甩开。原本被贴2次毫无希望，此刻居然看到了胜利的曙光。老哥可不想错失这来之不易的机会。面对前方车流复杂的路口，他选择了放手一搏。在市区的这种路况，车速居然比高速还要快。觉察到了情况不妙的阿 Sir 丝毫不敢懈怠，明明几分钟前还那么菜，现在自己拼尽全力，搞不好都会失败。这成长速度简直是叫人直呼变态。此时阿 Sir 被一众车流挡住视线，总是有氛围灯的加持，也耽误了不少时间，产生着地上的刹车印。看来老哥已经飞到了对面，临走时还没忘记给自己封烟。由于老哥超了捷径，阿 Sir 需要绕一大圈才能过去，这无疑成为了老哥绝佳的跑路时机。眼看终于到了分出胜负的时刻，阿 Sir 是1秒也不敢耽误，明明已经全力以赴，还被一位私信导哥折腾到了这种地步，现在只求抓到老哥顺利结束。但往往这种时候偏偏又是事与愿违。当阿 Sir 绕了一大圈，和队友好不容易来到老哥消失的这个院子时，已经过去了近1分钟，老哥早已弃车跑路，彻底的消失不见。这一套操作下来，完全出乎了阿 Sir 的意料。没有想到，这老哥初见时才4星，等到不见时已经达到5星巅峰，成长速度叫人是瞠目结舌。这佛罗里达果真是人才辈出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